小长寿啊，你是本师叔见过的人中最有趣也是最好玩的一个。啊，这是夸奖吧？这应该是夸奖吧？如果骂我是逗逼，应该是用其他的措辞吧？李长寿笑而不语，拿出了一篇自己最近整理出的单经，道了句：劳烦师叔把控好方向，赶去地府，弟子先修行了。真是，刚夸了你，没趣。九九哼了一声，倒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是他主动提出一同前去地府的。我是为了出来逛吗？还不是担心小长寿修为刚元仙，地府那么凶恶的地方，岂能是他随便乱闯？九九师叔又喝了一点小酒，驾葫芦超速，风驰电掣，直奔地府。于是几日后，哟，那海神真有你说的那么玄乎？丰都城东面，两座并列高山的顶部，悬崖旁架起了火堆，两个长相差不多的壮汉，穿着阴差的官服，在此地蹲着聊天。哎呦，我说妈呀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有好处吗？谁让你前段时间非得学人族炼气士闭关修行？我说你用闭关吗？你是巫啊，混蛋！你要是不闭关，当时跟我一块儿去，自己就能见着了。那场面，好家伙，人山人海，旌旗招展，锣鼓喧天，那大能一片呐！一屋随口骂着，一屋讪笑两声，连说遗憾。那马突然眼前一亮，长长的下巴对着山下不远处的小路抬了抬。哎，那是咱们巫族血脉吗？牛，你看那边，那只大葫芦上，前面坐着的人族少女是巫人吗？应该是咱们巫族后裔吧。不过他血脉强化身躯，怎么都强化到胸肌上去了？这怎么跟人打架呀？力量应该还是有的。这俩货对视一眼，随后便是一阵耸肩黑笑。但是笑着笑着，那牛突然就精神一振，又看到了大葫芦后侧坐着的另一人，急忙喊道：后边这男人看到没？那就是海神相好的。咱们之所以能跟海神说上话啊，全凭他引荐。海神公的母的？哎呀，公的。娘娘在上，这些人族当真糜烂。嘿嘿嘿嘿，不过我喜欢。对，我说错了啊，那个是海神的好友，不是相好的。牛立刻站起身来，摸出自己的头套，麻溜的给自己戴上。快下去准备接待了，这可是咱们帮上地面那些家伙的好机会。这两名上古之战流过血的战巫忙碌一阵，直接化作了地府勾魂使者牛头马面。牛头马面在悬崖上等了一阵，但那大葫芦飞到一线天前，被地府阴差给拦下。牛头一声招呼，两道身影自悬崖边一跃而下。下方九九收起宝贝葫芦，跟在李长寿的身后。李长寿正拿出一只宝囊，含笑递给了此地的阴差将领。今日的阴差将领也像是食欲不振，排泄不畅，整个人黑着脸，将宝囊拿在手中，瞟了眼九九，哼道：哼，进丰都城规矩点啊，这里可不是你们人族真仙就能撒野的地儿。九九在旁边翻了翻白眼，倒也没有说什么。也就在此时，两道黑影从高空砸落，一线天上方的各处尽致齐齐闪烁光芒，但是并未阻碍这两道身影。住手！嘿，干嘛呢你？就听两声呼喝，一只大脚从侧旁飞来，将那阴差将领直接踹飞。那只宝囊抛飞2丈高，被牛头稳稳地拿住。牛头瞪着被踹飞100丈的那阴差将领，骂道：瞎了你的眼，这咱们地府贵客。一旁的马面立刻向前，对李长寿和九九做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道揖。那张意外让人感觉有些英俊的马面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两位手下人多有冒犯啊，得罪
得罪。九九此时已经是站在李长寿的身前，将李长寿护在身后，还传声道了一句：小心些，这个地府未免也太诡异了些。哈哈，也不能一棍子都打死，最不正常的就眼前这俩头套男。当下牛头嘿嘿地笑着凑了上来，那个马面有些矜持地站在一旁，手中多了一把石质的梳子，在静静地梳理着他那一溜棕色的棕发。牛头径直无视了九九，对着李长寿笑道：长寿，又见面了。这次来地府可是海神有什么指示吧？师叔，让我来吧。李长寿在九九耳旁说了一句，随后走向前来，与牛头拱手做道揖。当下几声寒暄，李长寿说了来意，说自己是来送亲友投胎转世的。牛头笑道：哎呀，这好办，刚好我们两个兄弟也不忙，送魂魄投胎又是我们做勾魂使者的本职，就陪道友走这一趟。行，这边行。到了地府啊，不用拘束，都是自家人，这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。有劳牛头前辈了。李长寿含笑应着。九九已经是禁不住一手扶额，有些不忍直视。牛头招来一架舒适的敞篷牛车，招呼李长寿跟九九坐了上去，自己和马面在旁边作陪。他们又点了一对阴差在旁边护送，不紧不慢地朝着丰都城而去。这拉车的老牛也并非是普通灵兽，驾黑云而走，飞得倒是不慢。在李长寿看来，这一对地府勾魂使者也是颇为有趣。在性格上，牛头粗犷，马面细腻。牛头坐上牛车就直接盘腿而坐，与李长寿随便乱砍。马面则是搬了个凳子，端坐在牛车的后方，并且为九九这个穿着短裙的女练气士备了搭在腿上的毯子。待牛头词穷了，马面便开始侃侃而谈，与李长寿聊人生聊艺术，说一说幽冥界的大好河山，避免气氛陷入尴尬。躲在李长寿身后坐着的九九禁不住传声嘀咕：小长寿，他们就是你说的地府熟人？李长寿想起了那500名女鬼，传声道：交情勉强算是不错，他们有事有求于我另外一个朋友，所以有些讨好咱们。其实这2位是追随大德后土的巫族战巫，本身实力高强，有天道神职，也值得一交。听闻这些，九九的表情顿时一言难尽。李长寿很快就发现，牛头马面可能神职不高，但是他们在巫族族内的地位应该是非同小可。由他们2人亲自作陪，这一路畅通无阻。进入那宏伟阴森的丰都城时，众阴差对着他们行礼之余，忍不住偷偷打量。前来丰都城办事的人族妖族也都是尽皆好奇地观察着这一行人。而丰都城中本身数量众多的鬼修阴修此时也是面露敬畏。有时候拉风只需要一辆牛车，牛车轻摇慢晃之间，直接到了丰都城的禁地，城中中央区域。过了几座大阵，才见此地真容。空中悬浮着10座雄伟大殿，大殿之间由数丈直径的漆黑锁链连接，构成了某种阵势。这10座大殿之下，丰都城正中是一座数十里直径、深不见底的圆坑，又有一座仙岛悬浮在圆坑之上，其上竖着一面被霞光包裹的巨大圆盘。深坑底部满是血雾，似乎下方还有无尽的深渊，其内不断地传出无数魂魄的惨嚎声。此地便是阎罗殿、轮回地、18层炼狱。阎罗殿各处飞舞着众多身影，众阴差飞下飞上，将一只只阴魂送到该去之地。李长寿他们先去了上方阎罗殿中，不走正堂，直接躲在角落。轮世轮回也要分步骤，
有牛头马面在此地，这些步骤自然是能省就省。马面直接请了一位判官前来，这位判官在地府阴司的神位比牛头马面要高一些，但是见到牛头马面之后又颇为恭敬。李长寿仔细地辨认，这个判官上次还去过海神教大典呢。牛头搓着大手笑着问：我说长寿啊，咱师伯呢？哦，在此地。李长寿拿出那瓷瓶，将树灵的魂魄放了出来，小树灵的魂魄在李长寿掌心蜷缩成一团。那判官拿出一杆铁笔，一本古书，这是天道至宝人书生死簿与判官笔的投影，只能在阎罗殿中由大小判官来用。在李长寿的理解中，生死簿和判官笔其实是一套系统，而非简单的两样宝物。这位判官用铁笔在小树灵魂魄上一点，生死簿上出现了一行行字迹。随后判官耐心地解释道：这一世倒也没有罪孽，上一世也曾行善积德，功德大过业障，下一世该入人道，不过命途有些坎坷。这里需要改吗？哦，如果方便的话。好，那我尽力帮他调整下命格。判官斟酌一二，提笔写了2句。虽然不能更改生死簿上已有的字迹，但是可以在后面写下一句：逢凶便化吉，前路贵人遇。这就相当于是改了命。牛头问：哎，在这儿还能搞什么？都给咱师伯搞上。还可以确定出生在何处人家。判官笑道：虽然会耗费一些功德，但大家都不是外人，此人也并非恶徒，稍作修改也是可以的。搞！牛头大手一挥，那判官顿时下笔。虽然按照规矩，李长寿和九九不能观看生死簿，但他们也可以偶然在旁边瞥上那么一眼，不小心看到。很快，师伯的投胎套餐就配备完成。判官还解释道：生死簿大抵只是对凡人有作用，但凡开始修行，踏上仙路，生死簿对其命格的约束就会削减大半。李长寿谢过那判官，送上了自己备制的一份厚礼。那判官看了看牛头马面，还是笑着收了下来。确定了魂魄的下一世，拿到了轮回的名额，牛头马面就带着李长寿跟九九出了阎罗殿。他们从侧旁一条小路绕行，登上了那座深坑上的仙岛。这仙岛大有讲究，刚刚登上此地，眼前光影转动，乾坤混乱颠倒，周遭的景色顿时起了变化。此地竟然藏着一处小千世界，一座巨大的七彩圆盘竖在了这一片狭小天地的尽头。不少阴差在各处忙碌，押解着一只只人形的魂魄，去往望乡台看罢三生石，再上奈何桥，饮一口孟婆汤，送入轮回之中。这是走程序的轮回。也有数不清的真灵漂浮在各处，如夏夜的萤火虫，时不时便会受到6道轮回盘的牵引，朝6道轮回盘飘去。这是真灵转生，与魂魄转生有着较大的区别。牛头和马面带着2个人直接插队，径直到了望乡台前，一群鬼差连忙让路。那些魂魄大多是昏昏沉沉，也没有什么发表意见的机会。望乡台上飞出了一束浅黄色的光芒，将树灵魂魄包裹。树灵身形缓缓消散，化作了真灵最初的形态，又凝成了一名身穿罗裙的美丽女子。她的双目之中满是茫然，看了眼望乡台，看到的只是一棵即将枯死、年限已到的老树。而后，这女子被一束光牵引，飞到了一旁三生石上，在三生石上静静地站了一阵，看到了前世与前世的前世。不多时，女子眼中含泪，扭头看向李长寿与九九，口中轻唤着：多谢你们，谢谢。
九师妹，还有长寿，谢谢你们。他应该是在树林这一世看到了李长寿的身影，得知了李长寿的姓名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久久对着晚江雨咧嘴一笑，却偷偷地擦了一下眼角。风进眼睛了，才不是泪点低呢。牛头马面一同向前，口中招呼了一声：时候不早了，早去早转生，不要辜负你亲友的一番好意啊。晚江雨又对着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被牛头马面一左一右地护送着送上了奈何桥。走过奈何桥，到了孟婆之前，孟婆随手舀了一碗汤，牛头向前嘀咕两句，孟婆手一抖，手中的汤水洒出了大半，落回了木桶之中，只让晚江雨喝了一小半。当晚江雨的身影被6道轮回盘射出的光芒包裹住，迅速消失不见，李长寿心底总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。接下来就去晚江雨师伯的转世处，安排一只指导人守护。李长寿扭头看去，却见九九正歪着头，轻轻靠在自己肩旁，嘴里面发出了一声满是感慨的轻叹。别多想啊，本师叔刚才只是不小心柔弱了一下下，借你肩膀靠一靠。九九抬手在李长寿的肩头拍了拍，给你扫干净了。李长寿淡定了一笑，九九略微有些心虚地缩了缩脖子，又想起自己是师叔辈分的，轻哼了一声，全当刚才无事发生，鬼知道怎么就靠上去了。